有缘人，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反驳，却足以挑战我们对生与死认知的思想实验。这就是从主观体验来讲，你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经历死亡的量子永生理论。从1950年开始，由于科学家对细胞化学知识有相当的认识，加上电子显微镜的发明，因此对细胞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从分子的角度来看待细胞的分子细胞学，终于在1965年后被发展了起来。这门学问一直沿用至今，这就是西方医学治病的依据。现代医学的思维依然是以归类症状、给予病名以及采用药物治疗为手段，来诊断与处理各种疾病的发生。病人的问题并没有经过系统性的全盘考虑，所以投予病人的用药是不精准的，也因此慢性病就变成无法逆转的疾病。如果每天所吃到肚里的药是全天然原料制成的，就算是终生服用也是不成问题的。坏就坏在治疗疾病的药物是非天然的，是化学合成的，是有副作用的，有毒性的，对人体有潜在伤害，而持续性的使用还会引发其他不可预知的疾病。与古典的牛顿力学截然不同的新科学，也就是现代的主流科学量子力学，推翻了古典力学很多的说法。虽然量子力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公元1900年12月14日是量子的诞生日，人人都应该了解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真正了解现代科学的人微乎其微。要是你到医院去问医生什么是量子力学，相信他也答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医学与近代科学几乎完全脱钩。可喜的是，量子医学诞生了，正在向传统医学发起颠覆性的挑战。那么，根基于现代科学之量子力学的量子医学是什么样的医学呢？首先，它不再局限在分子细胞的狭窄领域内，而是将细胞分为两大类：分子细胞及量子细胞。分子细胞内的粒线体所产生的能量称之为能量 energy， 而量子细胞所产生的能量称之为微能量 subtle energy。 粒线体产生了能量，那么粒线体的能量哪里来呢？它来自于微能量。微能量比能量还要来得精致和巨大。那么微能量是什么呢？它是怎样产生的呢？微能量是由意识 consciousness 所产生的，仅如此。微能量也是由意识组合而成的。可以说，微能量就是意识，意识即微能量，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意识会影响微能量的变化，而微能量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的意识。因此，意识也在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。意识是什么？意识是你脑中所想的东西。比如说，你看到眼前有一盘刚上桌的龙虾色拉，你的脑中立刻出现想吃的念头。可医生告诉你，吃带壳的海鲜会使你过敏，嘱咐你不要吃。于是你会处于一种要吃与不吃的挣扎情境当中。
为了健康，最后你决定不吃，这就是意识所做的选择。为什么意识能做出这项选择呢？因为意识有自由意志，它可以选择它所要的。那么自由意志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自由意志来自于最纯净的爱。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拥有那出自于源头最纯净无条件的爱。爱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有些人将它展现出来，有些人将它隐藏起来。爱是最伟大的疗愈力量，因为爱是量子细胞的粮食。量子细胞是由爱组合而成的，分子细胞是由量子细胞包裹起来的。这包裹起来的层次，在科学上称之为量子场。此量子场也可以称它为微能量场。那么量子细胞如何影响分子细胞呢？它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联呢？ DNA 暗藏玄机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DNA。DNA 的主要功能是储存信息，组成遗传指令，引导生物生长、发育以及生命体的机能运作。多年以来，科学家认为只有 10% 的 DNA 是有用途的，而其他 90% 都是垃圾 DNA， 是多余的，没有任何用处。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结构都有它的特殊意义及特定用途，我们所不知道用途的某些结构并非没用，只是当代科学家还没有能力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而已。所以随意把以为不重要的器官割除，这种做法会影响身体正常的运作，就像飞机少装一个螺丝都有可能会出事一样。身体的运作必须靠整体各个部门的协调才能达成的， DNA 也是如此。根据最新的生物物理学及分子生物研究得知，有 7% 的有用 DNA 是在之前以为的垃圾 DNA 里找到的。这 7% 的 DNA 就像因特网一样，是个巨大的信息联络系统，它比任何的人工智能还要智能。现在我们把之前的 10% 与新发现的 7% 加起来，总共也不过 17% 而已。那么还有其他 83% 的 DNA 是什么呢？它们有什么功能与用途呢？俄国科学家已证实，借由语言及特定频率可以改变 DNA 程序的执行，而不需要去改变或替换 DNA 的结构。其实 DNA 的组成与宇宙的组成是一样的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宇宙的翻版。我们目前所认知的宇宙只占全部宇宙的 5%， 25% 是暗物质， 70% 是暗能量。 DNA 共有7段执行单位。第一段，生存 DNA。 这一段 DNA 所储存的信息是怎么活下去。生存是它所要执行的首要任务，身体会用各种方法让自己存活下去，本身也有自己的一套自我修护的免疫系统，因此它的结构与运作其实是很完美的。身体本身并不会产生疾病，疾病与它是无缘的，这与一般人的认知有极大的差异。你说身体本身不生病，可是身体是会生病的，不是吗？那么身体为什么会生病呢？身体会生病，是因为一个人的意识生了病，才创造出来的。
身体借由疾病来传达一个讯息，它想告诉你，你的生活与想法要改变了。生存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，细菌及病毒内的此段 DNA 也特别发达，尤其活跃的状态可见一斑。医学认为，病毒进入人体必须依附人体内的细胞才能存活。其实它不需靠人体也能生存，因为最近科学发现，它会吃在它周围的电子来存活。长期失业，三餐不继，活得很辛苦的人会影响这一段的 DNA， 从而产生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。固定运动习惯及补充优质营养素对人体的运作非常重要，因为人体的机械运作机能是直接靠此段的 DNA 来执行的。第二段，情绪 DNA， 这包括一个人每日的情绪起伏变化、个性、性格、人格特质等。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，它也是我们情绪的来源。有情绪是正常的，谁没有情绪呢？中医说人会生病的内在原因是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造成的，这些都会影响这一段的 DNA。你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此段的 DNA， 所以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是很重要的。恶劣的情绪及压力会产生癌细胞的 DNA 执行程序，很多疾病的源头都是由此而来。情感性疾患是其典型的疾病，内心充满仇恨，不知感恩，加上整天在抱怨，而不去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每天给 DNA 这种讯息， DNA 当然会根据这些讯息去执行它所该执行的。所以疾病是来自于你给 DNA 什么讯息，心态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与健康。积极肯定的信念是很重要的，慈悲与宽恕可以提升情感的质量，懂得放下，才能让我们更快乐、更健康。执着放不下的心，只会把我们困在一个狭窄的框框内，不执着将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，而关上心门，阳光永远也照射不进来。第三段，理性 DNA。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说，人要有理性，科学就是理性的产物，不合乎科学的就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。逻辑是理性的基础，大脑是执行的工具，死亡会打破大脑的理性思维。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的出生，但我们却看不见死后的生命，只知道留下一堆骨骸，活生生的生命消失了。生命到哪去了呢？你看不见，因此根据你的理性逻辑判断，你一定会死亡，这是100%可以确定的。不过这是一件令人很难接受的事，因为死亡否定了你的财富、你的权势、你的一切。我们对未知的事物会产生恐惧，这种恐惧会存入 DNA 的程序里，于是 DNA 就制造了各种恐惧的疾病。恐惧会影响这一段的 DNA 程序，于是身体就会出现由恐惧所产生的理性错乱。精神疾病是其典型的疾病，
以上这3段的 DNA 是属于物质层面的 DNA，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以分子 DNA 的形态呈现着，是分子细胞的 DNA 所储存的信息。这些信息有来自今生累积的，有来自于前一世的，也有来自于很多世以前的，它占了整个 DNA 的 5%。 接下来的3段 DNA 是属于量子细胞的 DNA， 它占了整体 DNA 的 25%。 第4段灵性 DNA， 它是由无数的多层色彩的光所组合而成的，放下大脑所想的，完全摆脱大脑的控制，也就是超越大脑，才能进入开启灵性 DNA。 由于大脑的胡思乱想，使我们看不到自己内在的本心，那个清净的心，放下对大脑的执着，不再被大脑所控制，那时你的意识会呈现对万事万物的彻底明白，它就是很多人常说的开悟状态，而放下才是开悟的前提。不管医学如何的先进，也不管一个人多么会保养，有一天他总会碰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死亡。然而分子细胞死亡时，也就是说肉体死亡时，一切就会结束了吗？当脑下垂体细胞内的 DNA 接收到分子细胞已老旧，无法修护，请各位在分子细胞外围以微能量场形态存在的量子细胞，请速离开此人所属的分子细胞。当量子细胞接收到这个信息后，就准备离开它所包裹的分子细胞，而与其他不可计数的量子细胞融合在一起，并聚集在脑下垂体的地方，然后离开由分子细胞所组合而成的肉体。这时分子细胞因失去了微能量的生命能量供给，死亡就发生了，而聚合在一起的量子细胞已不再具有细胞之形态，而以微能量体的形态显现出来。我们称这种微能量体为光体，也有人称它为灵魂、中阴身、星光体或精神体等各种名词。由量子细胞所组成的光体，在肉体死亡后依然存在着，它进入了量子的世界，一个多重宇宙空间的世界。不管任何人死亡后都会以量子态存在的，也不管你相不相信有那样的世界存在，你还是会进入那个世界。由于量子细胞是由意识所构成的，因此死后你将保有一切的记忆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甚至你可以扩大更多的记忆，因为你不仅仅拥有这一世的记忆而已。死亡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，它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，直到你找到了喜悦，进入了喜悦，最后成为了喜悦为止。平时能放下对金钱的执着，放下对权力的欲望，放下对爱情的纠缠，放下对生命的执着，都将使此段的 DNA 获得更多的微能量。而当微能量增强到一定的程度，这时它将蜕变成第5段的 DNA。 第5段存在 DNA。 精神的存在是一个已摆脱物质而以纯精神状态存在着，它是我们本来的真面目。
在这种状态下，你找不到物质的成分。不过当你要进入这种状态的存在，你必须借着分子层的这段 DNA 来启动它。这段 DNA 打开了一个世界，一个比你目前活着的世界还要更真实的世界。当一切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存在之后，真实存在的世界才会显现。这一点对一般人而言是不大容易了解的，所以需要解释一下。当大脑这个器官死亡时，由大脑在死亡后所遗留下来的念头都将全部消失，这时被大脑所蒙蔽的意识才会破茧而出，此时的意识才是真正的你，而之前的你是不真实的存在。就好像木偶戏的木偶人并不是真正的我，而操纵了木偶的人才是真正的我。所以当肉体死亡时，也就是木偶死亡时，真正的我才会出现。这时的我不会对木偶的死亡感到难过及遗憾，因为木偶毕竟不是我。在存在里，你才能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你才会真正的知道快乐是什么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，以及真正的活着是什么。第六段，是的 DNA， 是所有的一切，是包括他们所是的部分，也包括它所不是的部分，以及包括它所是及所不是之外的是的部分。它是整体，也是部分，因为整体与部分已不可分，所以它只是。这段 DNA 是留给即将进入小涅槃的人所预备的，一般人是用不到的。用小涅槃这个词，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可以形容它，这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开始，我们会越来越不容易去形容它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深入的了解，可参考大进化，生命是什么？相信你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。我们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晚上你坐在公园椅子上，你看到了正在玩药的孩子，一对情人坐在不远的草地上，一对老夫妇手牵着手在散步。今晚天气很好，天空有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。突然有一只狗从你跟前跑过，穿过种满各种花草树木的园圃。这一切的一切看似自然的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你每晚都看得到。那么它跟你有什么密切关系？其实它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大秘密。如果你能真正体会到这个大秘密，你才会惊讶到，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。没错，一切都是你。你是那位坐在公园椅子上的人，在玩耍的小孩也是你，那一对情人及老夫妇都是你，不用怀疑。小狗、花草树木，甚至天空中的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你。你是所有的一切，一切只是，没有不是，是整体，是全部。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，一切只有是。此段的 DNA 将为你启开这扇门。第7段，空无 DNA， 它占了 70% 的 DNA， 因为所有的 DNA 都是由它分化而来的。
对空无，你能说什么？任何的语言、文字及图像均无法描述它们，因为当你描述它时，它就不是它了。这是给即将成佛、成道、进入大涅槃时所需要启动的巨大能量的按钮。佛陀成佛、耶稣成道都需要这一段的 DNA 来执行，而当它执行时，肉体无法承受这巨大的能量，因此肉体的任何部分将随即的停止运作。死亡发生了，这个人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。所以那么多年了，佛陀转世回来了吗？耶稣有再来吗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再回来呢？想一想，你是世界唯一的存在，你就是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你，你要怎么回来？你要回来哪里？空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空无以自身的爱，以光的形态投射并创造出所有的生命。每一个空无所创造出的生命皆具有与空无相同的内涵，就像细胞分裂一样。启动空无的 DNA 是在大脑松果体的细胞 DNA 里面，当它执行时，神经系统输送的血清素会产生离子化，此时组成血清素的原子会产生浓缩群聚的效应，而改变了物质的自然化学结构。一股电磁能量通过了血清素的分子，将其分子逆转，而产生巨大的能量。这时肉体再也无力承载这股能量，而化为空无。生命来自于爱，从细胞 DNA 的运作到宇宙星辰的运转，都是来自于空无的爱。地心引力是假象，一种非常真实的假象。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是因为爱，爱是一切物理学的基础。明白了量子科学与意识的关系，就找到了产生疾病的根源。如果我们能维护好自己的微能量，你这一生就会远离疾病，少生病。尽管最终你还是会死，虽然建立成熟的量子医学体系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，但我们相信，当人类的医学建立在量子力学思维上的时候，人类将会迎来一个没有疾病的世界，人类将彻底告别病痛。真正的中医认为，世界是由能量组成的，能量经由不同的振动频率而组成不同的物质，频率是物质的实质。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，他们认为万物虽然看似不同，其实是通天下一气耳，也就是说万物的实质是一样的，都是气，不过是气的形态不同罢了。这个气当然不是指空气，气分很多种，但总归是一，即原始的宇宙能量。真正的中医正是以掌握这个气的运行规律为核心，可谓宇宙能量学。01为何气生万物？中医所说的气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能通过各种途径显现出来的，应该说它是一种能量。这个能量贯穿于天地万物的始终。气分很多种，但实际上又都是一种，也就是最原始的宇宙能量。
这个能量可生万物，有生命，甚至没有生命的地方都有这种能量的存在。中国文化就研究了这个能量的变化。古人说得非常清楚，人是气聚则生，五种气金木水火土聚在一起就有生命了，气散则亡。俗话叫断了气，这个气不是呼吸之气，是宇宙之气，没有这个气在支持你，人的生命就终结了。气在万事万物之中都能得到体现，气所到之处化生万物，因此农业也和这个气密不可分。气作为一种能量，对人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。父母给予生，能量给予命。父母把一个人生下来，而人的生存是要靠能量持续不断的供给，人持续不断吸收能量就会生长壮大，万物都是这样。02为什么气有阴阳五行？现在我们知道了气的存在与重要性，再来说说气的阴阳五行。书上说，阴是阳的反面，是黑暗的，是下沉的，是湿的；阳是光明的，是上升的。这些都对，但这些还是概念，因为古人只不过通过阴阳五行来说明气。首先，气不是死的，而是动的，它有上下的运动，下产生阴，上产生阳。古人以阴阳来阐述这种能量的上下运动规律。古人用非常朴实的思想去接近自然，从而理解阴阳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太阳出来了，能量上升，也就是阳；太阳落山了，能量下降了，也就是阴，阴阳就出来了。而阴阳上升下降不是单一的，有上升的就有下降的，有下降的就有上升的，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，不可能绝对。上升的、下降的碰在一起会发生哪些现象？比如说，水流下来，我们拿石头堵得住吗？水一定就绕道走了。气也一样，你只要挡住它，它就会绕道走。那么当上升和下降的气碰在一起，它两个并不会硬碰硬，而是会旋转起来，这就形成了太极图。这股旋转之气才是孕育生命的基础，没有这个，生命很难孕育出来。古人并没有想告诉我们一大堆概念，而是简单的能量运动规律。能量是真实的存在，道家说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摸之没有，摸不着，但是它确实存在。我们可以从农业、中医已经中看出来。假设现在是春天了，能量就开始生出来了，自然界中的植物就开始生长了。不同种类的植物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就发芽了呢？就是因为地面上生出了能量，植物感知到了，就开始发芽了；动物感知到了，就开始惊蛰了。有能量就有生存的环境了，它就苏醒了。能量既出，万物就会追着能量走。怎么追？在春天，你生出来，我也生到了夏天，
这能量会浮在空中，我长叶到了秋天，一下降，那我就落叶到了冬天。这能量入了地了，我就长根。所有的树冬天都没有闲着，都在长根。这个能量是循环反复的，所以这植物树冠有多大，根系就有多大。因为它是对称的，所以万事万物都在追着能量走。这个能量走到哪，就把生命带到哪。获得的能量多，你的生命力就足。如果想要背离这个能量，人为创造环境，可能吗？背离了天地能量规律的发明，早晚会受到反噬。就好比汽车，虽然便捷，却污染了环境。坐汽车无非就是想快一点，但是你想一下，即使不坐车，生活节奏慢也是一辈子。你坐了车，你生命也不一定增加。因为车祸，因为污染，人类有了机器，破坏自然也加速了，背离了自然的平衡的生活规律，所以副作用非常大。所以古人说，天地为之父母，天地在养每一个人，每一生物。我们的农业离不开这股能量，同样中医也离不开它，离开了便治不了病。比如说我们吃的草药，本质上都是摄入能量。一个人有肺病，总咳嗽，咳嗽是肺弱，肺属金，我就在这些草药中找一种秋天成熟的草，它吸自然界的金气最足，我吃了就有可能好。接下来再去变该寒该热，起码我的大方向是对的。但是现在的中药学不是这么干了，他就告诉你这是治肺炎的，那是杀什么杆菌的，那就走入了西方的那套思维。所以中医实际上并不难，因为你发现万事万物都遵循一个规律运行，这规律古人称之为天道。03气如何运行？气这个能量很聪明，古人也以很聪明的形式来告诉你，气走到哪儿了，这就是24节气。这个24节气绝对不是空洞的。古人认为气的升降规律不是人为定的，而是天定的，只不过天不说出来，古人就代为翻译出来了，离开了能量的运动，这些节气的规律就只是一个符号。实际上节气也是有内容的，就像阴阳五行一样，有升降规律的，是有生命力的。什么升降规律呢？其实中医的能量运动，从医学上讲应该从秋天开始，但我们现在是人为的以春天开始算的，但你从自然角度看，其实是应该从秋天开始的。我们先把节气稍微捋一下，大暑小暑，什么意思呢？地球表面的能量很足很足，之后是暑伏，这事就叫过了3伏天了。为什么叫3伏天呢？伏是降服的意思，当能量很足，我要降服它，怎么办？我就得按住它，按1下2下3下，伏是为了让它入地，所以
三伏天是降伏地面的能量，真正到能量降伏的时候是处暑，处是归的意思，归即入，入于地，能量的回归就叫处。再往后，白露，秋分，白露，能量下降就会产生液体，所以能看见草上有露水，能量继续下降，出现了寒冷，寒气增加，露水就变成了霜，能量进一步下降，产生的结果是寒，上升的结果是热。寒和热是能量运动产生的结果。冬天寒冷，作为生物来说，是一个收藏的季节。有一句话叫瑞雪兆丰年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能量在地底下，只有下雪能把能量封存住，所以植物得到了能量，就能好好的养根，把根养足了，明年就丰收了。很简单的道理，今年如果不冷，不下雪，那明年就欠收，因为能量跑了一部分。如果不仅不冷，还下雾，甚至打雷，就是能量从地面跑出来了，明年的收成会更差。能量虽然看不见，但它能从植物的生长状态、动物的活动规律中体现出来，所以真正到了冷的时候，从人的腰部画一道横线，因为能量整体是下降的，所以上部的能量少，下部的能量多，人就如同植物一样得到了滋养，身体会好一些。而到了夏天，人却容易蔫了，因为夏天是无病三分虚，是一个能量外泄的过程。能量不仅有升降，它还有开合，夏天是开，冬天是合。所以你观察寒冷地区的生物和人，往往会比较健康。越冷，它能量越收藏，不外泄，它得到的能量就越多，就和瑞雪兆丰年的植物一样健康。一定要注意，我们肉眼看到的都是结果，而在此之前，能量已经运行很长时间了，最后才呈现出结果了。如果你总追着结果治，永远也解决不了根。即使用 X 光、用显微镜来看，也无非是肉眼的延伸。古人能够用慧眼来看，他们更看重能量的运动，它必然会出结果。关键是你之前知道能量怎么运动，所以中医学应该先熟悉五运六气的运行规律，你就知道你来的病人有可能是什么病。这就是未卜先知的道理，一点也不玄妙。所以真正的中医一定要先发现问题，先知先觉。这种先知先觉体现为中医所说的五运六气，这都是研究易经的结果。而易经研究的就是能量的运动过程。举个例子，为什么会闹瘟病传染病？那从传统中医角度来看，瘟病是怎么发生的呢？瘟病就是由于冬天不冷，阳气外泄，阳气一外泄就会闹瘟病。从五运六气的角度去看待，瘟病其实不神秘，是一个能量运动的结果。而随着节气的变化，
也就是星球运动角度的变换，细菌病毒的生长环境就变了，往往不用治，蚊病也没有了。这是因为它生长的大环境变了。每当产生了一个新的时空，就会孕育出一种新的生命。这种新生命对人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危害，比如一种新病毒，一种新细菌，可是它只存在了一刹那，节气一过，它自然就消失了。04，为何要顺其自然？要理解宇宙能量的运动的规律，就要去了解易经。古人把这种理解运用到农业上，发现只有顺着这个才可能有好收成，这个才叫顺其自然。而很多人所说的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最多只是任其自然罢了。真正顺其自然是特别积极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很多人都不重视早睡早起，而许多动物、植物都在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，这才是顺其自然。所以古人提出天人合一，首先要明白天在哪。现在我们说，天是一种运动的能量，它无时无刻不在运动，它就是恒动的，没有停止，没有绝对的静止。每1秒钟，地球都会自转465米，每1秒钟，地球都会绕太阳移动30公里，每1秒钟，月球都会绕地球1020米。这就是像老子说的，大象无形，极大的物体在动时，我们反而感觉不出来，能量没有静止。地球之所以能漂浮在空中，是能量的结果。地球的转动同样是能量的运动结果，这能量还要让这太阳围着银河系转，你说这能量得有多大？说到农业，有的是3天就除一次地，有的是种了庄稼只除一次草，最后收成能差好几倍。为什么呢？你只有把这土弄松了，地底下的能量出来的就多，这个植物就获益的多。因为你把土弄松了，就有上升的能量，就有下降的能量，疏通了就好。每天健身一定要踩一踩土地。人为什么长涌泉穴、百会穴？就是为了让天和地的能量交汇。有一句话，年轻时人找病，人老了病找人。及时好好保养，因为年轻时不合理的使用身体，就会落下痕迹。很多时候，这个变化是以7年为周期的。黄帝内经认为7是定数，比如一到了42，就把你走过的近7年的路总结一遍，原来熬过的夜，生过的气，过度的劳累，过度的吃辣吃凉，所有的错误总结一遍。因此许多人到了42不是走下坡路，而是突然感觉下了一个台阶。到达49岁后，更年期又来了。49岁时，把你一生的错误全部总结一遍，虽然你自己都不记得了，但是身体记得。所以养生在于平时，就跟考试一样，不能临阵磨枪，熬夜也是一害。两眼瞪着，眼通肝，肝藏神，
熬夜耗神。你想想，晚上天地都在收藏，你却不收藏，想干啥呢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是人类上百万年形成的规律。从健康的角度去看，因为天地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应该去孝敬他们，可是我们在污染他们，天地都被污染了，还能养你吗？所以人应该尊敬天地，然后合理的运用。这种尊敬体现在中国传统农业中，也体现在中医等各个领域。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就是这能量运动的结果。如果人是一条鱼，气的能量就是水，鱼一刻也离不开水。气存在于宇宙，也存在于这间屋，存在于你我之间。所以有这么一句话，百姓日用而不自知。05中西医差异是什么？中西医为什么老争斗？如果说西医研究的是有，那么中医则更重视无。人体如水杯一样，有实体的部分，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空体，就是中间的空间。有了空间，就能盛水了，这是水杯的最大用处。恰恰是它的空间在发挥作用。人的身体内有很多空间，空间恰恰是现代医学不着重研究的，因为他觉得空就是没有。可是你琢磨一下，为什么脊柱要长成一节一节的？它要能长成胳膊一样，弯腰鞠个躬就行了，长成2根就完了，那不就简单了？这是因为每一节脊柱中间都有气，有空间。五脏六腑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空间呢？也是因为有气，必须有通道，人要有气才会活着。其实中西医代表的是人体2套系统，外而筋骨皮，内而精气神。中医的智慧在精气神，精是物质，气是能量，神就是信息和意识。黄帝内经就是从医学上在告诉你宇宙能量怎么用。神农本草经就告诉你这草吸收了什么能量，比如菊花秋天开放，吸收的是秋天的能量，它就是治肺的。比如驴皮驴血为什么能固胎呢？现代人化验其成分，证明里面有一种止血，或者有能使肌肉收缩的成分在里面。但是古人肯定不知道这些，他们就只是观察自然，发现驴11个月才生，而人是10个月，驴子固的能力比人还强。于是人们就想到向驴子借，就像借钱一样，需要问比我有钱的人来借。而阿胶为什么专用驴皮？皮是收敛状态，皮一破就流血，肺主皮毛，你只有把它收敛住，它才能不掉下去。所以古人完全是从能量的运动、动植物的习性出发的，掌握了这能量的运动规律，并拿着这规律去应用在农业和医学中，离开这个规律，传统农业和医学的很多东西就只是空洞的概念。06为何要拜自然为师？我们解决问题要把谁当成老师？自然。
你如果把哪位专家当成老师，就难以避免人为的很多偏见，而自然没有偏见。你可以去自然界验证，只要自然界认可，那它就是对的。一定要把自然当成老师。很多专家的理论是自己杜撰的，或者理解不全。另外，很多人都是从书本上去学，这虽然是一条路，但不是一条大路。路其实很朴实，比如拿一块石头往水里一扔，会溅起很多水花，这说明能量在往上运动，但是水面以下呢，你看不见波纹，但能量的确还在往水下运动，鱼儿就能感觉得到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肉眼所欺骗的，因为肉眼看到的只是结果。有一个法师修行了半天，苦于修不出来，突然有一天念经，发现一只苍蝇。古人没有玻璃，是窗户纸，因为反光，苍蝇就不断地去撞，可是怎么也出不去。可能是最后灰心了，就往黑的地方飞，结果一飞出去了，那边是门，结果在以为是黑暗的地方找到了光明。法师一下开悟了，写了首诗：为爱寻光纸上钻，不能透出几多般。忽然寻着来时路，始觉生平被掩瞒。前苏联专家研究出一成果，卡尔良相机，植物生来有一个外围的能量场，而且这个能量场还有一外形，于是这棵植物就会顺着它的外场长，一直长到和它外场一样，它才不长了。这正是古人说的道在先，道走到哪，生物就跟到哪。所以人肉眼能看到的都是后天的东西，是结果。向自然学习，重点在于要相信慧眼，不要相信肉眼。07，心随自然。正所谓道先动而万物根，天人合一是古人的一种追寻。自然界中最重要的是，开始就中医学来说，开始应是在秋天，因为秋乃降，是收敛的状态。这时若是能随之让气下降，人想发脾气都发不起来，这就带了谦虚。谦虚不是学来的，是顺其自然而来。能量既然会下降，也会上升，这也是随着天走。如果真能做到天人合一，那就是心不为外物所累，能永远随自然走。儒家皆是说，喜怒哀乐忧思未发位之中，不是忍着，是未发。一般的人是心随着物来转，圣人正好相反，这其中有一种很顺应自然的气存在，不会很轻易浮起来发出去。于是我们都可以虚怀若谷。人一旦有了明显的情绪，就意味着背后有一个兴奋点。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删除兴奋点，只是把不好的情绪排除。所以心病还需心药医，其重点就在于调气，包括自己之气和宇宙之气。心态的修理不是为了解决这件事，而是让你跳出这件事，随顺自然，心无增减，达到心平气和。
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老和尚让小和尚去买些草籽来播种，结果小和尚第一次播下引来了麻雀，他担心就告诉了老和尚。老和尚说草籽多鸟少，让他吃吧。第二次撒了，被风吹走不少，他又担心。老和尚说被吹走的除了空壳，也有更适合他的地方。第三次撒了，又被鱼冲走不少，他又担心。老和尚这次还是心平气和地说，水到哪，草就能在哪长起来。不久，果然在很多没有撒过的地方也长出了草。这是顺其自然，不是任其自然的道理。我们可以放下小事，这不影响我们人生最终的收获。有句话说，人应该将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而换个角度，是不是也应该将每一天当作我们生命中的第一天呢？所以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，得出的东西也不一样。我们本是用心和自然沟通交流的，我们的心原来是打开的，现在关上了，跟自然的交流少了很多。人应是在没有私心的情况下和自然沟通，恬淡虚无，真气存志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之来。人在自然中存在了100万年，一直靠自然之气生存。如果你过度喜怒哀乐，将心闭合，就是抛弃了自然对你支持。08为什么说最好的医者是自己？最好的中医是自己。为什么许多中医能活到90岁？因为他心胸开阔，心性不扭曲，不变形，不折腾自己。健康的源泉不在于身体，而在于心性。举例而言，如果你讨厌一个人，健康的方式就是绕开他，不是因为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选择权才可以做到。我认识很多底层人民也活得快乐。要明白，生气是愚蠢的事，你才能不生气。做到这一点，就已经健康了一半。总而言之，最靠谱的养生办法就是做一个尽量天真的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，都是修行福田中的一粒芥子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